昨天我发现了一档新的 YouTube 节目，叫做《House of Feelings》。这是一档算是恋综吧，嘉宾全都是亚洲面孔的嘉宾，但又并非是全部来自于亚洲，有的是就是他们的爸妈是亚洲的，但是他们出生就在美国的。我看到，我忘了是第3期还是第4期来着。有一个环节是请了一个应该是 life coach，然后还有 therapy 背景的这么一个人来加入到他们的节目当中，有点像是给他们营造一个深度对话，或者是就是 healing 他们的 trauma 经历的这样一个背景设计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觉我几乎没有情绪波动，就是我会看到里面的嘉宾，他们的情绪就是比如说会哭呀，会怀念起以前的一些创伤经历，但我就发现，好像这些创伤经历在我看来，它不是能引起我情绪波动的一种东西。我当时就在想，其实我也不是没有创伤经历，但是为什么我在看到他们的创伤经历的分享的时候，我却不会因为他们所表现出的情绪，然后带动我的情绪，让我变得也 emo 起来呢？就是在节目当中的女嘉宾们看到别的嘉宾们在表达或者说分享的时候哭了，他们也会跟着哭。可是我没有那样的感觉，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的情绪外露太过于严苛了，或者是我太过于冷漠了？就是以前，其实我们也会有类似于跟朋友分享自己的创伤经历的时刻，在那些时刻，当我去尝试表达我的创伤经历的时候，我是会很难过，或者是哭泣的。但是，可能到了听别人分享的时刻，我的情绪反而没有那么的沉静，或者说没有受到他们的经历的影响。就我知道他们处在这段经历当中是很难受的，也能够看到他们表露出来的情绪，但是我的情绪不会跟着别人的情绪走，我就觉得这一点为什么这么的奇怪，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的情绪是不会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就像节目当中有个嘉宾叫 Hannah，她在回忆起自己的某段创伤经历的时候，就没办法说话，甚至没办法想，或者说没办法分享出来那一段经历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我看她的表现真的很痛苦，很痛苦。但是其实我不会因为他表现出来的痛苦而跟着他一起痛苦，就是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他的痛苦。虽然我的理智上会告诉我，我知道他此时此刻很痛苦，我知道过去经历着这些的他也很痛苦，但我就是没办法找出来为什么我会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冷漠的状态。就包括为什么我从小一直都是一个情绪很就是隐藏的很好的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是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跟别人表达情绪是一件我不太主动会去做的事情。
可能我觉得表露情绪这件事情对我没有太大的帮助，又或者说我治愈自己的能力很强，所以每当我想要分享之前，我就已经就是先把自己给哄好了，又或者是我会觉得，如果我给身边的人带来了一种，比如说悲伤或者难过，类似这样的经历的话，也会让他们拖入到跟我一样的情境当中，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们跟我经受这些情绪的痛苦，所以又选择不说出来，我选择自己扛着。但至少在现阶段来讲，我其实没有觉得说自己扛着那些情绪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伤害，或者说自己感觉到有什么样的不妥。但以前经常听别人讲说，如果你心里面藏着某些事情，藏着某些情绪不讲出来，长期积压着的话，对自己来讲是一种伤害。但我不知道啊，可能以前在我觉得我需要去疗愈自己，需要去了解自己，然后疗愈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去尝试找工具。我所谓的找工具，就是比如说去了解心理学，去了解精神分析学相关的东西。所以每当感觉到情绪不对劲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就会生成另外一套能够让我从这种情绪当中分离出来的解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理论也好，然后我就自己说服自己了，就会觉得所有一件让自己难过的事情，其实都值得原谅，或者说都能够释然。虽然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回忆起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哇，好难过。又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自己待着、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想起某些事情，还是会不自觉的会哭，会流眼泪。但是觉得，就是你哭完之后，流完眼泪之后，第二天早上，哎，又没事儿了。哪怕说你早上还在哭，但是你隔几分钟之后，或者是到了下午，整个人又没事儿了。我也不知道这种状态算不算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又或者是怎样。但是其实我知道自己是很不擅长接住别人的情绪的，就是当别人在我面前倾露太重的情绪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说服对方说，就是我有时候习惯性的让自己从情绪里面剥离出感性的部分跟理性的部分，然后用理性的部分去战胜感性的部分，从而让自己脱离掉这个情绪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这是我的习惯性做法。就当我在尝试接住对方的情绪的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我想带着别人从情绪里面走出来，另外一种方法是，我就陪着对方在情绪里面浸润着，不去跟他说别的一些话。但是如果说对于对方的需求是，比如说他在讲述他的某些情绪的时候，他需要把我拉进去，就有点像是我处在一个情绪漩涡里，我要把你拉进来，不让你走。如果是这种状态，我是严禁拒绝的，而且我也不会觉得我会跟这种人有过深的交往。还有另外一种状态是，就是对方在表达他的某种情绪，然后想要跟我，或者说想让我和他一起去，比如说他的情绪是批判某个人，或者是
因为某个人受了伤，然后想让我一起去批判那个人，我也是理性上会拒绝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在生活中很少去做这样的事情，至少在我大学及大学毕业之后，我很少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哪怕这个人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也会觉得，因为我只能从他的视角去了解他经历的事情，我没有办法保证另外一个人他的经历是怎样的，他的做法是因为什么，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靠我所看到的这个视角，他所复述给我的视角去批判另外一个我不了解的无辜的人。就这样的一个案例会让我想起，就是两个 KOL 谈论过的事情。KOL 一他就觉得，如果他亲近的朋友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去批判或者说指责另外一个给他带来伤害的人，他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情绪很冷漠的人。因为 KOL 二，他是觉得他没有办法站在一个他不全知的视角去批判另外一个人，因为有时候他觉得甚至 KOL 一的某些做法是不对的。其实我是很赞同或者说很认可 KOL 二的某些做法或者说他的想法的，但是久而久之之后，KOL 二也觉得他既然偏爱 KOL 一，那他就应该站在 KOL 一的角度去感同身受他的感受，和他站在一起去对抗那个给 KOL 一带来伤害的人。就是他们俩长时间相处之后，就慢慢的想法往 KOL 一靠拢了。我对于这样的一个感情的演变是非常非常警惕，甚至我觉得我不会进入到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大多数时候，我的理性脑是会战胜感性脑的，而且我也觉得我生活中的理性成分很多时候都在拒绝感性的东西，包括我自己难过的时候，我也是用理性脑来去和我的感性脑吵架，然后觉得我的感性脑确实做的不太对，所以呢，我又跑向了理性脑这边。但我不知道啊，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事情面前，他所持有的态度，他所拥有的想法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这么表达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事情，我也没办法说我所做的就一定是 OK 的，或者我所做的就是病态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完全下一个结论说，我现在的这一套面对生活也好，面对情绪也好，面对创伤也好，这个态度是否是健康的，又或者说健康度有多少，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但就像有人说的，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当人，尽管有些事情做错了，但如果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会意识到，哎，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我又愿意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对待自己的话，或许那个时候我又比现在的自己成长了很多很多吧。